青花鹿苑整体设计啊，我们都是走的，希望像是日本人一样，一生悬命的精神。因为一般温室大家其实不会做这么高，因为比较危险。但我们希望让它通风，让每株植株都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去生长。我们发现呢，花在植物上的时间，最后都会是疗愈到我们自己身上。所以大家来到青花鹿苑，可以感受大自然的洗礼。我们的招牌之一是狮子座，那它是爪哇的原生种里面去精选出来的。它是有很浮夸的冠跟很细致的手，所以它两者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还有 Elsa 这个品种是从皮层孢子苗里面特选出来的，它整体的展现啊，就跟它的名字一样，它是叶面上面会有非常雪白的绒毛，那它的分叉非常的细致。OMG， 诸如叶背啊，后面会是呈现一点橘红色、同色的感觉。所以你从下往上看的时候，整体会很像是路上的珊瑚。侏儒马园，孢子叶的尾端会有点微卷，它很像是烫了卷发。它是从原生种里面变异出来的。奥影的话，它的一个呈现是很像喷泉手，是大家所说的东方不败。那今年的话，在等秋天过完之后，它的高冠就会冲出来。红狮旗卷卷鹿，它有非常强烈的辨识度，尾巴会呈现那种很卷的状态下，但通常大概要养殖到1年半以后，孢子叶成熟之后才会开始卷。佩德罗的话，它是属于非常白皙的品种，它2片冠长起来之后呢，才会到中间汇合，所以它是有一个中分头，那也是它最大，你可以去辨识出来，这只是不是佩德罗的一个要点。塞尔索在日本的别名叫白蝶，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形态，孢子叶是非常多层次的。这2颗的话是我们从日本带回来的，一只有高冠，那一只的手是偏短手。侏儒黄月，它分叉属于很细致，但比较细长型的，那会有一点点偏带黄色。这一品的话，你给它好的环境下，它会很快的回馈给你。像鹿角蕨的话，它是一种好养殖的植物，不需要太多的关心，就是它就可以长得很好，只要提供它一个稳定的环境，所以它是从年轻到中高年龄大家都很适合的入手的一种室内植栽。鹿角蕨是一个世纪常青、可塑性极高的植物，它就算是相同品种啊，也会因为个人的养蜂给予的环境而创造出完全不一样的形态。所以我觉得它很好玩，是它的变化性很高，然后你可以随着每个月的变化去感受到植物带给你的疗愈跟成就感。美感啊，不是一种天生的技能，而是后天开发的感受力。鹿角蕨是我觉得植物美学里面最佳的代表。